我们今天接着来录存档锐评，大家喜欢看的话我就多做点，反正手上已经整理好了存档非常多啊。首先第一个苏联存档，这个战线看得我有一点点头疼啊。简单看了一下描述，本人是300多小时萌新，看静坐的视频稍微学会了一点。工厂拼劲平生所学造了200多个不明白为什么防御线和前线都画了，但德国还是能几个师把10几个师打退。这个描述把问题说得很直白啊，那我们就来帮他解决一下，为什么线都画了还是会被打退啊？首先关于这个画线，我是在新手教程中专门讲过的。如果你对自己的防守部队不是特别有信心，还是尽量少画线或者画短线。虽然在游戏中有一个可以修改单位调度的选项，不过我们还是尽量自己来操作比较好，因为我们这个防守部队就是靠这个堑壕值来防守的，只要乱动一下就直接没了。然后就是我比较奇怪也比较难崩的一点了，我本来想检查一下你的补给情况，但是我发现你所有的部队都是用马拉补给的，但是更奇怪的地方就是你在马拉补给的情况下，你这个后勤里面还是占用了300辆卡车，那就说明你这个补给系统居然是自己手动点的。考虑到你是新手，我还是提醒你一下，我们可以直接在集团军群里面改补给的优先度。改完之后，我们下辖的这些集团军也是会同样一起改掉的，而且我们优先度肯定是拉到最高的。看了一下你前线的许多补给站你都只是开了中等的水平，那还是不够的。再之后就是运营问题了，现在已经1944年了，我不知道你这么多年到底在造什么看了一下你的工厂数量，显然是军工造太少了。我也是比较好奇你到底把这个产能用到哪里去了，我原以为你是把工厂全部造在前线了，导致被德国人踩了。但是当我切到德军视角之后，我大概就明白了，你修这么多碉堡到底要干啥？这么多碉堡是要搞城市化吗？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个波南前线一直修到家了。从这些碉堡等级的高低也能看出来你战线被推的有多快。前面碉堡等级还高一点修到后面就只剩下1到2级了，这是被推得太快来不及修了。总的来说，在苏联的西面是没怎么种地的，如果能把修这些碉堡的产能拿来修军工的话，应该能修不少。再最后的话就是部队问题了，显然你这个装甲师设计的有那么一点抽象然后你全线主力的步兵师居然没有装甲，也是挺怪的。我实在搞不懂你在装甲师里面塞这么多中防空到底要干啥。不过这个数据来看的话，你确实无敌了。关于编制我也不细讲了，都有现成的模板可以抄能设计成这样的也算是神人了。关于这个生产线以及坦克设计也没什么好讲的新手的话还是得多积累一点经验。按照这个存档里剩余的库存，想要反杀德国也是分分钟的事了。我们接着来看一个年级存档，玩家为德国、波兰、苏联和不列颠。德国是双人合作的，1000加小时老手带新手。英国800小时，波兰400小时，苏联300小时。看情况英国和波兰都是来看戏的，只有苏德在打。目前苏联核心领土防守尚可，但无力反攻，求静坐指导并指出不足。年级存档肯定是每位玩家都要看一下的，先看一下双方的部队质量首先是德军装甲厚度35，装甲率74，苏军装甲厚度19，装甲率19。显然这个苏德的装甲师质量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个差的也太多了。不过比较奇怪的是，德军的装甲师质量这么高，软攻却打得很低可以看出好像是苏联有一个游击战术的原因还把这个宽度给它减了。不过为什么德军是50宽它一个师有50宽吗？
先检查一下苏联的生产线啊，这个坦克明显是造了太多了，而且造的还是最便宜的啊。这个时间点我们完全可以用很贵的坦克了呀。打开科研看一下你的火炮进度啊，已经把这个43的反坦研究出来了，那可以换装了。很明显对面是一个很高装甲率的部队，所以我们做坦克肯定是得优先拉硬攻了，再用这个榴弹炮就有点搞笑了。硬攻的话也很简单，直接使用这个高速加农炮啊，这样的话我们硬攻就比软攻高很多了，然后再把2个小型加农炮给它装上，再叠一叠。这样的话我们坦克虽然贵了一点，但是伤害高了很多。然后就是已知在我们产能溢出的情况下，就不要再造这些没有用的装备了，我们尽量把工厂分给我们的机械化以及飞机啊。这个机械化我看一下并没有花经验值改装，如果准备反攻的话，我是绝不推荐使用人海鼬的。看来这位玩家还是下定决心摆烂了专门点了一个游击战术的偏好。然后关于苏联的主力师也是非常抽象的，我们既然有这么多坦克了，为什么不换上呢？接下来想要赢的话很简单直接把这些主力部队全部换成机械化中坦就行了，而且没必要再额外装一个反坦克炮支援连这个意义不大。要我说的话，这个防空炮其实也挺抽象的，因为我看了一下空域敌军好像只派了轰炸机，我们随便一抢都能把制空抢到对面是一架飞机都没造想知道对面有没有造飞机也很简单你就看一眼对面的这个情报，看看他这个工厂都在干什么。你看他这个零飞机，你就不需要再做防空了呀。总的来说还是要学会合理分配产能这一大批的装备造出来全部浪费掉了，看着着实可惜。好，粉丝的问题回答完了，我们再来给其他玩家开庭首先就是这个德国，你在前线搞这么多导弹基地是要干啥？我玩了这么多年钢死，还真没见过有人用这个这东西除了能把对面工厂炸一炸，好像也炸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如果能把它补给炸坏的话，说不定有奇效。不过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初级导弹的射程是非常短的，可以看这个圈就知道了，我们几乎没办法炸到对面，所以它这个任务效率极低就不可能炸到东西。历史上德国发明这种导弹主要也是为了来炸一炸英国的，因为就隔着一个海非常的近。但是你用这个导弹去炸苏联，我是完全没想到你是准备从柏林直接炸到莫斯科吗？不得不说新手的思路还是非常开阔的，总是能给我整点新花样。还好这一局打到这边就结束了，不然再往下玩的话，苏联可能要吃原子弹了。这么一看，这个思路确实无敌，只要等我们下一集的火箭研究出来，就能直接把对面炸烂了。不过你这个箭头指着自己是什么意思接着再来看一下德国的装甲师，理论上来说他这个部队质量应该是撵着德国人打的。这第一眼我就觉得有点绷不住为什么全是乌合之众然后就是你这个补给是不是忘了切了？怎么全军还是马拉补给？这个100%的后勤能力里面1万多辆卡车是一辆都没用这个主力装甲师的编制也是非常离谱的。这个游戏并不是宽度越大越好我们还是得挑一个适合的宽度，你这样玩是绝对会超宽的。虽然设计的很抽象，但是思路没问题肯定是要往这种高质量的部队转型的。然后就是坦克设计了，这样设计的话问题也不大也是能用的，就是有点太贵了。关于这个装甲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你不想浪费一个钢的资源，最好还是切成4就是因为这一点装甲的原因，导致德国现在缺了这么多钢正常来说德国的钢应该是够用的。然后机械化装备已经研究到了2级，从它这个生产花费能看出来，这个老手确实有一点指导在里面的，不过也就指导了一点点。从这个德国的建设界面也能看出德国的后续计划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德国也是随便打就能赢的。在无人注意的角落，英国已经偷偷记了。我也明白为什么英国不肯来帮苏联了啊，他现在自身都难保啊。看样子英国在右边并没有放兵啊，怎么全送给美国了？左边的话，这个补给太差，肯定打不了的。看一下他现在的补给情况啊，怎么还有小锤子在修补给站啊？不会要一边修一边打吧？这么多主力师全部挤在一块挨饿，这肯定没法玩了。这是我见过最疯狂的英国，他到底要修多少补给站啊？而且好多都是在南非啊，他在南非修补给站要干嘛？不是很理解英国玩家的想法啊，他在南非锤这么多补给站到底要做啥？难道想准备利用南非来消耗德国吗？关于英国前线的部队，好像和德国是师出同门啊，同样的没有开这个补给，并且全部都是没有训练的部队。关于他进攻的部队也非常的抽象啊。首先战斗宽度40宽就算了，你造了那么多中坦，你为什么不用呢？我绷不住了，他造的中坦居然还是 T34 居然还是和苏联要的生产许可。你这样造的话是有很大的 debuff 的，越造越亏啊。关于这个波兰我就不细看了，因为已经毫无波澜了。没想到的是他这个坦克居然也是找苏联要的。最后再来看一个红色联机，日共教员加苏联。因为这个英国保读了校长，导致提前和英国开打了。目前主要问题应该就是打不过英国加德国啊。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吧。先来看一下当主完的日本，目前一共67个师，其中主力师只有23个，10步4炮1中防空已经942年了，还用这个编制有点不太行。这种编制也就只能在前期欺负一下 AI 啊，到了中期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加中坦了，中防空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日本的工业实力一般来说还可以啊，造点坦克肯定是够造的，不过这边有大量的工厂都浪费去造飞机了。这些高级的海军飞机我觉得是没什么用的日本这个舰队打 AI 的话很轻松，完全没有必要再加强了。光造战斗机不造近地的话也是纯纯的浪费产能。总共20几个主力师还全部放在这些根本没有补给的地区，还不开摩托化，纯纯就是来饿自己部队的呀。这局的进攻方向也有点问题，只要我们拿下新加坡的话，这个橡胶资源就完全够我们出飞机了。再往下打有一点浪费兵力啊。不过这边也快打下来了，就是这些部队全部挤在这边吃损耗还是很难受的。然后再来看一下神秘势力，这位玩家相比于日本还是有一点进步的，至少他开了摩托化的优先度啊。只不过很可惜的是这边没有任何一个补给站，开了约等于没开还是没有开。不过这局也情有可原，因为英国保读了校长嘛，所以这边打不下来就打不下来了。这种时候就没必要再和 AI 耗了，就算我们能打进去前面也没有补给站，也吃不上补给。我们只需要往后退一点退到这种有补给的地上，然后拿一些普通的步兵师填个线，就可以反过来消耗 AI 了。大量的主力师在这些没补给的地上吃损耗还是太浪费了。看了一下这局神秘势力的工业其实还挺好啊，想要大量武装部队还是很轻松的，只不过这个坦克设计的有那么一点问题啊。这个机枪车也是要一点突破的。之后的新坦克也是忘了换成3成员炮塔了。至于最后的苏联，只能说是灾难了。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在1942年只有99个师啊。看一下这个战报，和德国的战损比接近1比1。装备损失方面的话，也是损失了25万条枪啊，这个损失确实有点大了。看了一下苏联是有许多带坦克的部队，那应该很轻松就能打赢德国了呀。可能是他这个坦克部队来的有点迟啊，坦克设计的有一点偏贵了，主要还是这个装甲太贵了，完全没有必要。然后他现在库存里面的中坦数量很多啊，这么多中坦完全可以做10几个装甲师了。
感觉这局崩盘的原因主要还是苏联玩得太菜了。不过想要补救的话，难度也不是很大，只需要神秘势力把他的主力师全部拉回来，就能直接平推回去了。像其他这些边缘地区的战线，完全没必要放兵啊，只要三家能把部队集中一下，想反推还是很轻松的。